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如果说在新加坡的犯罪史上有哪一个案件，即使有再多的博主做过，我也必须做一期的案件，可能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了。引用10年新闻发布会现场一个办案警官的话说，这是他从警12年来看过的最恐怖的谋杀案，更是新加坡史上最不人道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完全没有目击者，案犯仅用40分钟的时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家庭的4名儿童，最大的大哥只有10岁，最小的妹妹只有5岁。这就是当年震动新马的新加坡4子遇害案。1979年1月24日当天，还有4天就是全球华人共贺的新春佳节。家住新加坡亚鲁巴隆第58座祖屋的陈坤才、李美英夫妇却完全没有心情准备过节，因为夫妻2人刚于2周前痛失4子。然而，罪恶的凶徒似乎并没有要放过他们的意思。这一天，妻子李美英收到了一张贺年卡，收件人写的是夫妻2人的小名阿才和阿英。卡片的正面正是几个孩子嬉戏的画面。李美英翻到背面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惊得跳了起来，大声喊着阿才阿才。当丈夫阿才接过妻子手中的贺卡，顿感毛骨悚然。贺卡上面用中文赫然写着，恭喜你们断子绝孙了，落款处落有凶手2字。这张充满诅咒意味和幸灾乐祸的贺年卡不禁让夫妻2人游跌冰窖，止不住的双手颤抖。这个寄卡的凶徒为何如此张狂？他与阿才阿英之间有什么样的天大仇怨，会对4个无辜的孩子痛下杀手？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这起发生在44年前的惊天悬案——新加坡4子惨案。鼓励大象马上开始。故事的叙述需要回到2个星期之前，1979年1月6日，新加坡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早上，天还没亮，和往常一样，陈坤才和妻子李美英起床准备上班。陈坤才是一名校车司机，妻子李美英则负责照顾乘车的孩子们。夫妻俩起床的时候，他们4个年幼的孩子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10年警方的卷宗显示，2人于当日6点35分左右出门去接学生的时候，还特意去看了看4个孩子，帮他们盖好被子，才依依不舍地关上房门。和往常一样，7点10分左右，李美英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回家，叫孩子们起床上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陈家的4个孩子。最大的是时年10岁的大哥陈国平，8岁的陈国兴是2哥，6岁的3弟陈国顺和5岁的小妹陈珍妮。3位哥哥已经上了小学，小妹珍妮在读幼稚园。由于4个孩子的学校离家比较近，平日里都是3位哥哥把小妹送到学校之后，再一起步行去学校。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以往只要妈妈打的电话一响起，4个孩子都是争着抢着要和妈妈说话，但这一天显得有些不太正常。妈妈李美英等着家里的电话响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接听，紧接着又打了1次，然而同样还是没人接听。这个时候李美英有点焦躁不安起来，第3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听。李美英嘴里嘀咕着，难道孩子们都还没有睡醒？可是再不起床，上学就要迟到了呀。此时的李美英没有多想，接着又拿起电话拨给了平日里和自己关系非常好的邻居阿彩，孩子们都叫她彩姨。正在洗头的阿彩没敢耽误时间，水都没有冲干净，就草草擦干，一路小跑地跑到陈家门前，咚咚咚咚咚咚敲起门来，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高喊：国平、国兴，起床了，要上学了。但屋内一片寂静，无人回应。没有办法，彩姨只好折返家中，立即给孩子的妈妈回了电话。公用电话旁边的李美英接到彩姨的回电后，虽然心生狐疑，但想了一下，要么是孩子们睡得太熟了没有听到，要么就是孩子们已经起床上学去了。因为车上还有许多的孩子需要照顾，不能耽误太长时间，就忙着回到校车照顾车上的学生们去了。直到上午接近10点的时候，夫妻2人才算忙完，
急忙赶回家中。陈坤才和往常一样留下来打扫车上的卫生，李梅英则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去。但就在他准备用钥匙打开房门的时候，手上的动作迟疑了一下。李梅英明显感觉从房间传出的气味与以往有所不同，一股类似鲨鱼后的血腥味迎面扑来。李梅英心头一沉，不好的预感顿时袭来。就在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压抑的感觉已经似有无法控制之势。他已经看到了摆放在进门口整整齐齐的孩子们的鞋子。李梅英惴惴不安地朝屋里走去，嘴里开始呼唤几个孩子的名字：国平、国兴、国顺、珍妮，你们没有去上学吗？但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应。当他走进窗帘紧闭的客厅，昏暗的光线下，他还是一眼看到了桌子上孩子们摆放整齐的书包。他再次呼唤孩子们的名字，并准备去开房间的灯。就在他经过卫生间门口的时候，半遮虚掩仅有一缝的浴室门口，似有红色的血液瞥入他的眼帘。此时心跳已经提到嗓子眼的李梅英轻手轻脚地向卫生间的门口靠近，推门的手已经不受控制地在剧烈颤抖。然而当他推开卫生间房门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一下瘫坐在地。他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眼前的一幕依然如是。他看到了满身是血的他的孩子们叠放在卫生间的洗手台的旁边。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李梅英昏了过去。闻声先行赶到的是陈家邻居陈阿姨，随后冲进房间的是丈夫陈坤才。看到此情此景的陈坤才一屁股瘫坐在地，嚎啕大哭。陈阿姨也被惊得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好。随后闻声赶来的邻居们惊讶之余，开始有人提醒报警，并对已经失去意识的李梅英进行紧急急救。接警后，新加坡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控制现场后立即疏散众人，并对现场实施封锁。根据10年负责本案调查的杨保德警官所述，案发现场非常恐怖，凶手非常残忍，每个孩子至少身中20刀。小妹陈珍妮面部被破坏的尤为严重，伤口类型有刺伤和砍伤2种。作案的凶器疑似案发单位厨房的匕首和菜刀。大哥陈国平的右手肘几乎被砍断，推测大哥国平为了保护弟弟妹妹们，曾经和凶徒打斗过。4个孩子的死因均为失血性休克。此外，大哥陈国平的手里临死前紧紧抓着几根毛发，是长头发，疑似凶手的头发。法医说，比对后这几根头发不是孩子们的，从长度来说更偏向是女人的头发，目前也不能排除是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的。在随后的验尸报告里，法医认定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匕首和一把菜刀。经过事发单位的物品比对和陈家夫妻的确认，应该就是从厨房丢失的匕首和菜刀。但很诡异，案发后凶徒带走了作案工具，事发单位没有发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但是从遇害4个孩子的伤势和现场情况推断，新加坡警方还是给出了以下结论：第一点，凶徒对陈家心存极大的怨恨。他不只是要把孩子们置于死地，更多的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第二点，家中门窗完好，没有任何破坏过的痕迹，凶徒与陈家人应该认识，并且与孩子们之前很是熟悉。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出，应该是孩子们主动给凶徒开的门。3，家中财物没有任何丢失，除了卫生间，其他的房间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更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脚印和指纹。第4点，犯罪现场被人清理过，根据卫生间洗手池残留的血液痕迹推断，凶徒在离开前曾经清洗过作案工具和自己身上的血液。杨德宝警官也进一步指出，凶手行凶的目的就是杀人。至于大哥国平手里的几根长发，在那个刑侦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经过缜密密谋过的恶性谋杀案件。案发时间则集中发生于陈氏夫妇出门的6点45分到李梅英打电话回家7点15分之间。邻居彩姨受托前往事发单位查看的时候，门中已经无人回应，且无任何动静。案发整个经过没有超过40分钟。
或者说集中在陈氏夫妇离家后的半个小时里。那么什么人可以让房中的孩子主动开门让入屋内，且能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残忍地杀害4个孩子，清理现场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开现场？很显然，此人与陈家一定非常熟悉。新加坡警方随后对陈氏夫妇的关系网展开调查。首先，警方对陈坤才夫妇是否得罪过什么人展开分析，但得到的答案让人疑惑。夫妻2人均表示，开校车就是为了方便照顾4个孩子。印象中，他们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如果会有致使凶手如此丧心病狂杀害4个孩子矛盾的人，他们一定会记得，如此的深仇大恨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在随后走访的100位邻居时，也似乎印证了夫妻2人的说法。大家也一致反映，陈家夫妻人缘很不错，没有发现他们与其他人发生过什么冲突，更别说有什么事情可以仇恨到杀了对方孩子的人。另外，警察走访时，一位与陈家相邻的时年68岁的任银婷阿婆说，她经常坐在公共走廊上看孩子们玩耍，如果有人从陈家的公寓里进进出出，她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在事发当天，她的确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过陈家。除此之外，受访的100位邻居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然而，最让警察感到疑惑的是，从案发的现场来看，大哥陈国平为了保护弟弟妹妹，曾对凶徒的杀戮行为反抗过，但是隔壁的邻居却什么都没有听到。凶徒要无声无息地弄死4个孩子，他是如何做到的？这番调查不仅没有得到半点线索，反而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迷雾重重。案发次日，新加坡多家媒体头版头条对案件进行报道，警方也公开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快的，一位的士司机向警方报案。他说，事发当日8点多，他在离案发单位不远的亚鲁巴陇第96号祖屋搭载过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之所以对他的印象深刻，是因为这名男子当时走路时踉踉跄跄的，神色慌张。上车的时候，他还撞到了后车门。由于好奇，的士司机通过后视镜多看了他几眼。当时看到这名男子的裤子口袋里似有刀具，感觉刀柄露在外面。另外，他还注意到对方左侧的衣服上似有血迹。当时对方催促自己赶紧开车，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也没有多想。这名青年在到达劳明达街后下车了。直至今天，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对命案进行报道，他才意识到会不会是这名青年犯的案呢？当警察拿着根据的士司机描述画下的嫌疑人画像给陈坤才夫妻看的时候，夫妻2人一眼就认出了画像中的男人。这是我们隔壁的一个邻居啊，他是马来西亚人，经常来我们家借电话，孩子们也都认识他，叫他叔叔。然而在对嫌疑男子问讯后，似乎能够证明他就是案犯的证据并不充足。据该名男子所述，案发当天他只是和别人约好了面谈工作，但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对方可能是个骗子，就原路折返回家了。至于什么刀柄和身上的血迹，他都一口否认。警察对其提供的所谓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试拨后发现是个空号，除此之外似乎也很难证明他就是犯罪嫌疑人。随着报案司机对刀柄和血迹不能明确认定的情况下，事发当日早点摊的老板也进一步证实了，似乎男青年当天早上确实是出去找工作的。此外，案发的动机和逻辑也说不通。7点15分，彩姨去敲门的时候，孩子们已经遇害。从案发单位的58号祖屋到96号祖屋，成年人跑过只需要5分钟。而这位青年男子就住在事发单位附近，他没必要穿着所谓的血衣就去打车，完全可以回家换件衣服再出去。司机说他是8点左右接载的男子，那么中间的45分钟他去了哪里？另外，这名男子似乎也没有作案的动机，他与陈家并无深仇大恨，你来我往之间，陈家夫妻表示并无结怨。种种迹象也表明，事发时该名男子也未出现在事发单位。马来西亚青年被押2周后只好释放。根据后来媒体的报道，这名男子被放不久就搬离了58号祖屋，不知去向。此后，新加坡警方兜兜转转，又对前去敲门的彩姨调查问讯，依然毫无头绪，总是感觉在迷雾里打转，没法突破。案件就此陷入僵局。
一切的蛛丝马迹到最后只是一场空。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也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诡异事情出现了。案发2周后，1979年1月24日当天，农历新年来临的前4天，陈氏夫妻突然收到了一张新年贺卡，信封上写着他们的昵称阿才和阿英。卡片正面是几个孩子正在愉快玩耍的图画，没想到转到背面竟用中文写着“祝贺你们现在断子绝孙了”。此卡片之所以瞬间又为警方提供了一丝线索的原因在于，陈氏夫妻在生完小女儿后，李梅英已经接受了绝育手术，凶徒怎能得知陈氏夫妻之间如此私密之事？又以夫妻2个的小名称呼他们，说明犯案者可能是熟人，并且是一名华裔。缩小范围后，警方继续排查。期间，新加坡警方得知陈坤才与其老婆李梅英曾经经营过一家小型的私人隐会，中间有人因拒绝还债与李梅英发生过很大冲突。爆料人怀疑会不会是这个人策划了这场谋杀，但陈坤才与李梅英首先自己就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他们说，夫妻之前确实开过一个小型的隐会，但那个人也就欠了1000块钱的样子。李梅英是向其催收过，他没还钱，但也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冲突，因为所欠不多，也就不了了之。随后，警方也找到了这个欠款人，他不仅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而且也确认了此人并不认识4个孩子，在不破坏门窗的情况下，没有陈家的钥匙，而且要孩子顺利为其开门，可能性不太大。此外，太多的虚假消息和不符实际的举报，令陈坤才和李梅英饱受打击。还未走出痛失4子的阴影下，陈氏夫妻一次又一次地配合警方的调查，无心也无法继续经营校车业务的夫妻俩，只能卖掉校车，找了一家塑胶厂进厂打工，维持生计。事发1年后，夫妻2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泣不成声。李梅英说，如今家里只剩下4面空荡荡的墙，孩子们的书包、衣服、玩具被放在角落橱柜的顶上，我们永远不会丢弃这些东西，但我们真的很想念他们。当时陈家夫妻曾向新加坡政府提交申请，希望领养一对子女。幸运的是，5年后，李梅英通过复育手术再次怀孕，于1983年12月30日，时年35岁的时候，生下了一名男婴。节目最后，我想用10年海峡时报曾经刊发过的报道结束今天的节目。海峡时报指出，陈家4子遇害案，凶徒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已经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无法原谅，并将其描述为新加坡犯罪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即使在案发已经过去的44年的今天，看到此案的我们依然无法平静。或许凶徒为何以此残忍的手段残害4名幼童的原因，我们恐怕永远无法得知。但据师承奇案之罪案现场的报道，新加坡的警界、法界和民间组织都还没有放弃对此事件的追查。致敬追求真相的人们。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